日本智库兵棋推演介入台海冲突，场面惨烈，但设置的前提条件相当弱智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千爽。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，美国和日本一直想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。美军高层不断预测关于解放军将会在未来几年武统台湾的时间，但是在美军是否介入的问题上，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。美国当然想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关键还得看美军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日本比美国更有意愿武力介入台海，所以日本人可以承受更高的代价。在这个背景下，日本民间智库四川和财团邀请了30多名日本自卫队的前军官、美日学者和研究员，以台海危机为背景，进行了多场美日台联合对决解放军的兵棋推演。按照这个日本民间智库的推演结果，中国大陆将会损失包括2艘航空母舰在内的156艘军舰、168架飞机、48架大型运输机，伤亡人数达4万人。中国大陆最终因寡不敌众而落败，只能坚持2个多星期。相比较而言，美国、日本和台湾地区军队的损失也非常惨烈，但是没有解放军大。推演的结果是，美军死亡17000人，台湾地区的死伤人数以战俘为1.3万人。美军有19艘军舰和400架战斗机损毁，日本反而是损失最小的，只有2500名自卫队员和数百到数千平民伤亡。日本有155艘舰艇、144架 F2 和 F35 战机被摧毁，而导致解放军落败的关键是美日获得了台海上空的制空权，然后就开始袭击解放军在台海作战的各类军舰，最终导致解放军登岛部队失去后勤支援，难以长期作战。过去我们也介绍过美国智库组织了几次台海冲突兵棋推演，相比于日本民间智库搞的这次模拟对抗，似乎前者更具有职业素养。同样是开挂，美国人的开挂主要是基于美军的一些可实施的战术，比如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潜伏在台湾东部海域，发射巡航导弹攻击解放军的2栖舰队；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发射1000公里左右射程的隐身巡航导弹，打击解放军的后勤补给船只。这些战术虽然会被解放军遏制，但客观上讲，威胁性还是非常大的。而日本自卫队的前军官和所谓的专家搞的这个推演，开挂的可就太离谱了。自从解放军建立起强大的反介入、区域拒止作战能力以来，美国军队对在台海地区夺取制空权就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。美国空军作战部长甚至认为，美军发展先进的战斗机对付中国并没有太大意义，转而追求作战半径更大的战略轰炸机和第6代的 NGAD 战斗机。这些战机最突出的性能就是大航程和穿透性作战。美国人都承认，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中国家门口作战最大短板是部署于第1岛链、第2岛链的基地大部分会在开战后的第一时间被解放军摧毁。所以五角大楼现在重点发展的武器装备是 B-21 隐身轰炸机、核动力攻击潜艇、射程1000公里的隐身巡航导弹。他们认为这些才是对解放军威胁最大的武器。那么回头再看看日本的这个野鸡智库搞的兵棋推演的结果，几乎可以确定他们的开挂条件非常变态，也就是想当然地设置了许多对自己非常有利的优先条件。第一，解放军不会打击美国的驻日基地和关岛基地，让美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可以自由地进入台海夺取制空权。第二，解放军还不能打击美军的空中加油机、轰炸机和预警机，这2种大型飞机对于中国的歼20、歼16来说几乎就是活靶子。第三，就是美日战斗机拥有超出设计指标的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，在没有空中加油机支持的情况下，美日战斗机仍然有足够的留空时间，以解放军的战机在台海上空争夺制空权。那么这些飞机从哪里起飞的？它们有多大的作战半径？这个确实令人不可思议。第四，不允许解放军的防空导弹覆盖台海，不允许解放军的隐身作战飞机、重型战斗机数量占据优势。这些假设也过于奇葩了。美日要想夺取台海上空的制空权，
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解放军在福建沿海部署的防空导弹，包括红旗9和 S-400，它们的最大射程都是可以覆盖台湾地区上空的。解放军的重型战斗机数量甚至是整个北约国家的总和。那么日本的野鸡智库搞的这个兵棋推演，是把中国空军的地空导弹和战斗机都当成烧火棍了吗？第五，日本的推演设定，解放军的整个作战行动没有规划，存在着贸然登岛的情况。那么如果解放军没有掌握台海地区的制空权，又怎么可能出动大批军舰实施登岛作战呢？对于这样一个基本常识，是解放军不知道，还是日本的推演者不知道呢？所以美国和日本的智库都在做台海兵棋推演，但是美国人的水平显然更高一筹，其推演结果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。而日本的这个弱智的民间智库，最好多喝点中国生产的3个核桃饮料，据说这个东西可以补脑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